这个词儿，大家用来比喻的是民进党，但表达是跟共产党一样专制独裁，但它不符合客观的真实情况。这是两岸大家认知不一样。精确的解释，民进党越走越像文革时期在搞事。绿共说的挺准确的，共产党是以党领政的，民进党不是吗？共产党最善于的组织呢宣传的，民进党不是特别善于什么？过去共产党也贪污腐化的，那民进党现在不会贪污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绿共是对共产党的夸奖，因为共产党真真正正的在台湾交出了一个心服口服共产党的项目。言论自由不是造谣自由，绿共这个词充满了台湾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大陆群众的蔑视和敌意，它不符合客观的真实情况。今后呢，在咱们的 DC 群里把绿共这个词儿也给禁用了。对历史哥呢，我也呼吁一下，能不能减少类似表达的使用？首先反对，我备用绿共，是因为我自己去参与两岸交流了解，它是个误解，并不是代表说我觉得这个字不能出现。今天进这个词，明天进别的词，这个一旦一开启就是个地狱之门，从此之后我们就会变成定向意识形态输出。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今后呢，在咱们的 DC 群里把绿共这个词儿也给禁用了。为什么要禁用它？绿共这个词儿虽然大家用来比喻的是民进党，但表达的意思是跟共产党一样专制独裁，但是这个东西与大部分在大陆生活的同学的实际感受它并不相符。我要强调的，共产党过去犯了很多的错，可预见的未来它仍然也会犯很多错，并不是说不让骂，是好多人从统战大陆、推翻共产党统治这个角度来看，根本骂不到点上去，尤其是被西方媒体论调洗脑的家伙们。那么大陆同学呢，并没有感受，反而你是在给共产党洗白。综上所述，绿共这个词充满了台湾岛非绿营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大陆群众的误解、蔑视和敌意。我还是理解说，他潜意识里面把大陆人看成下等公民，它不符合客观的真实情况，也违背了两岸对等、友好且有建设性交流的初衷，属于对人的侮辱和贬损的行为。言论自由不是造谣自由，因为造谣也是对一个群体的伤害和侮辱。平衡中立呢，也不是说正面信息一半，负面信息一半。真正的自由永远都是实事求是。然后对历史哥呢，我也呼吁一下，因为确实你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有在用这个词儿，我可以理解说历史哥做节目需要抓眼球嘛。还是那句话，过去的东西追究呢没有意义，我们面向未来，所以看历史哥这边能不能减少类似表达的使用，就算是用，看能不能加个注释。我得说清楚啊，好像这个听起来对历史哥某种程度的道德绑架，但我没有这个意思啊，就是我请历史哥基于本频道的实际运行需求来做这个表态，好吧？第一个我反对，今天进这个词，明天进别的词，这个词一旦一开启就是个地狱之门，从此之后我们就会变成定向意识形态输出。我翻墙出来就是因为墙外面言论自由一些嘛，所以我是非常支持这个频道一定要允许所有的人说所有的话。当然如果只是简单的言语暴力和人身攻击，那我觉得这不是咱们这个频道的格调。虽然我不是共产党人，我觉得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无产主义战士，是敢于直面所有的问题，积极的去辩论的。因为在共产主义哲学当中讲辩证唯物主义，所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一分为二的，不是绝对的好，也不是绝对的坏哈。绿共你可以用，但是你不能单纯的贴标签。如果有一个人你就是绿共，单纯拿绿共一直挑衅，你禁他我一句话都不会说。但是如果他只是类比一下，因为这是两岸大家认知不一样。我自己在大陆肯定是支持现在的这种体制啊，包括一定尺度的言论管理，因为我们追求稳定和发展。那有的时候绝对的言论自由是不一定有利于稳定和发展的，但是我内心深处是期待有一天人类社会是可以真正做到言论自由的。所以这个平台我特别喜欢的点就是我们在这里讲事实、讲道理、去辩论。其实我们以前的用法，精确的解释是民进党，因为他有所谓绿卫兵嘛，越走越像文革时期在搞事嘛，但是牵扯到文革时期又牵扯到每个人对文革的评价不一样，但我所采用的评价比较接近后来邓小平他们所定性的那个，当然可能细节不一样，但大体来说是差不多，所以这个绿卫兵的说法我就能接受。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要做解释，我知道一定会有大陆的朋友被我冒犯到，可是如果今天要形容一些特定的状况，我也会做形容，所以我会反对。首先要把我的立场先说明白，我是中国人，我爱我这个身份，我是党员，我不爱共产党，但是我支持共产党。如果你觉得台湾人说绿共有点不尊重共产党，那我从事实层面去讲，绿共
共这个词说的挺准确的，共产党是以党领政的，民进党不是以党领政吗？共产党最善于的就是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民进党是不是特别善于宣传和组织动员呢？在过去10年和20年之前，有一度因为经济发展过快，共产党也贪污腐化的挺快的，对吧？这也是事实。对，就是我某种角度上讲，挺会贪污的共产党员，对吧？那民进党现在不会贪污吗？对，他那个贪爽。对，所以我刚刚说的以上几点，不都是一模模一样样吗？所以某种角度上讲，我觉得民进党就是在学共产党啊。你觉得民进党的那些人或者赖清德那些人，他会不会学呢？最近我听了一句话，讨厌美国，学习美国，成为美国。为什么？因为他强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绿共是对共产党的夸奖，因为共产党真真正的在台湾教出了一个心服口服共产党的小工。但是我很期待绿共能真正学会的，就是共产党现在贪污处理的差不多了之后，他还真把经济搞上来了。他多多少少他还是真的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人民去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我很期待绿共如果能够再学的多一点，就是把经济要搞上来。台湾的同学最常看到绿共用法是小草群，还有一部分蓝色的群在用，没有错。我也在调整我的态度。我以前会用绿共，包括下标 HT 说对了，那时候为了博眼球，可是这有副作用，因为它导致的结果是让两岸不能交流。因为当大陆的朋友听到绿共说就堵拦啊，你怎么可以这样驳我呢？你乱讲一通，我怎么可以跟民讲类比呢？那就没有交流了。所以我为什么必用绿共？我必用并不是代表说我觉得这个字不能出现，反而是因为随着我自己去参与到了两岸交流的工作里面的时候，那我们深刻的了解到这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它是个误解，所以我觉得针对意识形态的认知跟理解，它有不同的理解跟解读。他经过一番解说之后，他还是想用绿共，尊重他，但是你可以挑战他，我就是不接受你绿共用词，你可以讲你的，我可以说我的，这叫言论自由。我们应该要去挑战这个，就像我们被 B 站搞得不要的，气得要死，那我都反对 B 站这种垃圾管理法了，我们怎么会去接受这个？当然这样管理是大大增加难度，砍就省事的，进就省事是最快的，可是这无助于真实的推动两岸交流以及大家所期望的和平，或者未来有一个更好的政治结局。因为在这个时代真理不会不变质，反而只被歪曲扭曲。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是很开放的，而且我也相信愿意翻墙出来跟大家交流的大陆的同学，有一部分当然他是希望来看有多不好，但更多的是抱持一个开放跟好奇。还有什么？2个字叫自信。我这一次跟王骁跟圆脸的交流，最大感受，大陆的年轻人，尤其是真的有他的把握的人，他们散发出来的叫做由内而外产生的天然的自信，而这个正是我们现在台湾很多年轻人比较缺少的，因为被教改的一个自信心都不见了，所以这个自信是要透过交流，它会互相建立，这个叫做不内耗也不外耗，而是越来越好。那这样的交流才是实切有意义的交流。